星链话题再次被热炒，大众的危机意识如此轻易被利用，其中的原因才真正是需要高度警惕的。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刘小飞。星链的问题呢，以前我们说过好几次了，现在还经常有网友发私信说这个讲讲吧，星链是怎么威胁中国的等等等等。最近星链话题为什么又火了呢？就是起因是乌克兰获得了美国提供的大批星链接收终端，所以乌军在战场上它的通讯指挥就一直能够保持着。这一点确实证明星链在军事上有其应用价值。但是话说回来，全球各国所有的遥感卫星、通讯卫星、气象卫星，包括咱们很多农业卫星，他们获取的信息、提供的服务，有几个是没有军事应用价值的呢？没有啊。区别仅仅是军队想不想用这些信息，而不是卫星能不能提供信息。另外还有个消息最近传得很广，就是说乌克兰在星链卫星的引导下发射导弹攻击了俄罗斯的莫斯科号导弹巡洋舰。有人说这就是星链的独特军用价值了吧？说实话，谁要是敢在航天部里边说这种话，那会被骂死的，因为这属于连基本的业务常识都没有。我要是这么讲话，回家要挨揍的。陆基的海王星反舰导弹，它配备的雷达车，那个搜索距离在黑海范围之内搜索俄军舰艇是富有余，这么点作战距离之内根本不需要任何的卫星引导。至于说星链卫星，我们也讲过很多次，就是一个网络通讯用的信号转发器。卫星上没有光学探测设备，没有雷达，没有导航定位装置，看不见军舰，看不见导弹，也搞不清军舰导弹的位置坐标，它怎么去引导啊？而且那个导弹就算要接受星链卫星的信号，知道那个导弹得做多大吗？现在一个接收终端就是半辆小轿车大小，那个天线是半米到1米口径，所以星链的接收终端放在大飞机上倒是没有问题，美国做过实验。但是能小型化装在导弹上的接收终端现在根本就没有，所以现在网上还有些野生专家编故事说特斯拉汽车能够直接的偷偷的连上星链。这些人是觉得中国工信部什么都不懂吗？中国政府现在还在努力争取让特斯拉在中国增加建厂，美国政府还在千方百计阻止特斯拉在中国建厂。所以编故事那些人是什么背景、什么目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阴谋论来琢磨一下呢？当然，我们不是说星链对我们没有威胁，威胁肯定是有啊。这么多卫星占这么多轨道位置，在轨道上必然会增加互相碰撞的风险。以星链卫星的结构和性能，就特别是类似一群瞎子开着破车在高速公路上溜达，对正常行驶的小轿车那个威胁性质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些真真假假的事儿，最近各个网络媒体平台上面各种神话又来了一波，什么星链卫星的照片有特别高精度了，什么星链导航比 GPS 强100倍了，什么星链卫星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对地打击，星链卫星还能拦截洲际弹道导弹。这一套套的谣言在社会上转发量特别大。我一看都是谁在转发这些视频呢？什么周小平啊，什么第一军情啊，还有各种行业的博主，一瞬间都变成了航天专家。我认真听了好几个，发现要从他们的话里边找出一点点符合基本概念的话都太难了。甚至国内某著名大报纸也在纸质版面上发表一篇文章，提出警惕星链在军事上的作用。我一看大标题啊，方向是没错，确实美国军方也重视跟星链的相关技术合作，我们当然要重视。但是整个文章的相关依据还都是从网上抄的那些谣言。一个创办了这么多年的这么大一个机关报啊，编辑和作者对军事科技的理解水平居然也跟周小平一个档次。提高警惕这个意识当然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非常必要，但是借着群众的爱国热情跟危机意识，去用反科学、打鸡血、编谣言的手法来行骗，甚至要借机打击中国政府在某些领域的宏观布局，甚至还营造出一个网络氛围，谁敢辟谣就给谁扣上一个帮美国洗地的帽子。所以在星链的相关问题上，这种行为还有产生的普遍的非理性心态和风气，对中国才是危害特别大。好，关于星链卫星还有反科学谣言，哪个对中国威胁更大？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我们下期再聊。